林婉儿盯着九枚铜钱呈现出的卦象，心中愈发诧异。她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模棱两可，亦或者一半一半的情况。九枚铜钱里，4枚的正反与方位刚好在生门，另外4枚刚好在死门，而关键的那一枚却刚好落在了可生可死的位置。这种可生可死，并非指这枚铜钱本身，而是将它与4枚生门一起看的时候，5枚铜钱能同时构成一道生门的卦象，可若将它与另外4枚死门一起看，也能构成一道死门的卦象，就好像两国交战时，刚好降生了一个两国混血的婴儿，而这两国国力完全对等，所以只有靠这个婴儿来改变天秤。若入父亲所在的国籍，便与母亲所在的国家为敌，反之亦然。林婉儿算了几百年的卦，这么奇怪的卦象还是第一次见。她默默抓起9枚铜钱，再次将铜钱丢出。虽然这一次所有铜钱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，但林婉儿通过解读卦象，再次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结论。叶晨见她眉头紧锁，忍不住又问：林小姐，这次卦象显示如何？林婉儿摇摇头，与之前一样，没有任何变化。叶晨惊奇，问她：我刚才记下了所有铜钱的正反位置，这一卦与先前相比，每一枚铜钱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，正反也有变化，为什么卦象一样呢？林婉儿微笑道：公子从九玄天经里学了风水，但那里面似乎没有卜卦，卦象不是用表象解读的，而是要用它特有的逻辑去解读。2次卦象表面看毫无关联，但实际读取出的结果一模一样。叶晨感叹，九玄天经里还真没有什么高深的卜卦之术。林婉儿解释道，卜卦之所以玄妙，是因为本身的底层逻辑等同于一套可以模拟计算的软件。公子现在接触造车，应该知道现代模拟汽车碰撞，除了真正的碰撞试验之外，还可以在软件中进行模拟。软件本身已经将地球上的物理特性设为常数，模拟时只需要输入车辆的重量、速度、防撞设计、材料强度、碰撞位置、碰撞对象等参数，就可以将这辆车的碰撞结果模拟个七七八八。奴家算卦依托的是易经八卦，古人虽然没有计算机，但他们用经年累月的观察，掌握了世界甚至宇宙运转的底层逻辑，然后创造出了易经八卦。易经的核心是阴阳，其实就是最早的二进制，与计算机世界的零和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奴家用铜钱算卦，铜钱的正反与阴阳一样，也是二进制的一种。奴家这9枚铜钱就像是计算机模拟推演的9个重要参数，将这9个参数交给易经八卦这套软件来进行模拟，就可以预测事件走向、结果以及其中存在的变量。只要事情的发展没有脱离这个世界的运转模式，推演的结果就不会有太大偏差。虽然丢出的9枚铜钱位置正反不同，但卜卦之所以要9枚铜钱，原因就在于一切卜卦不在于单个铜钱的状态，而在9个铜钱相互之间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将9枚铜钱丢在一张桌子上，或者丢在一个房间里，亦或者洒落整个院落，都不影响它的结果。易经八卦并非封建迷信，而是大道至简。零和一可以构成计算机的虚拟世界，阴和阳自然也能构成世间万物。只是真正掌握易经八卦，并且能用9个变量参数进行计算推演的人，全世界可能也只有林婉儿一个。2次都是这样的结果，让林婉儿想不明白，无论是唐四海还是唐四海背后的人，都属死门。李亚林是叶晨的人，当属生门，叶晨自身必然也是生门。那么这个夹在中间摇摆不定的人究竟是谁呢？疑惑之间，他对叶晨说，公子稍安勿躁，给奴家一点时间，让奴家好好想想其中关联，有结果了，婉儿会第一时间告诉公子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。李亚林甚至都需要1、2年，甚至3、5年时间来追踪。林婉儿就算再神奇，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找到线索，
这件事自然是急不得。回想萧初然走时还在家中给自己留了信，叶晨忽然有些归心似箭，于是他便对林婉儿说：林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也不多叨扰了，若是有什么发现与结论，还辛苦林小姐第一时间与我联系。林婉儿点点头，微笑道：公子放心。言罢，虽然心中不舍，但也没有出言挽留，微笑着说：奴家送送公子。叶晨离开紫金山庄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汤臣一品。家中情况与菜菜子视频中展示的一般无二，绝大多数的家具和东西都没有动，整体与自己离开时一样。回到卧室，萧初然留下的那封信还静静地放在床头。叶晨将信翻开，重读一遍，眼眶之中再次浮上一层水雾。6年夫妻，本以为婚姻生活终于步入正轨，却没想到竟在最美好的瞬间戛然而止。如今回到家里，一切还是之前的模样，唯独没了萧初然，在这个环境中睹物思人，让叶晨心中更是难过至极。犹豫再三，他还是拿着萧初然给的那封信离开了汤臣一品。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本就孤独，这里处处是萧初然的影子，更让人感觉压抑。于是叶晨离开汤臣一品，独自前往香榭丽的半山别墅。他觉得自己需要一点时间静一静，短则3-5天，长则1-2月。随后他便在微信上分别给李亚林和林婉儿留言，告诉他们如果有任何消息，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跟他联系。至于微信，他打算暂时断网，手机也只留李亚林和林婉儿进白名单，其他的电话短信一概拦截。林婉儿在看到叶晨留言说有消息电话联系的时候，就知道叶晨肯定想一个人清静清静，消化一下萧初然离开的事实。他心中关切，生怕叶晨一蹶不振，亦或是终日受相思之苦，于是他也告诉老张等人不得打扰，决定一个人好好梳理一下叶晨最近遇到的事情，以及卦象中的变量究竟取决于谁。他打开一张围棋棋盘，将一枚黑子落在了最左侧，口中喃喃道：一切因果皆有起源，那这一切的起源应该是10万大山边陲的青兆安了吧。